如果你的婆家在婚礼当天不仅逼你去做婚检证明清白，还要你签协议放弃赡养含辛茹苦养大你的母亲，你会怎么做？我为了所谓的爱情选择了忍，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百般羞辱的这个穷女孩，其实是我那身为千亿集团总裁的母亲唯一的继承人，而这一切都要从我满心欢喜，以为即将嫁给爱情的那天说起。那天，我穿着洁白的婚纱，给未婚夫萧然打电话，告诉他我妈终于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以为我为了他与母亲决裂，放弃亿万家产的付出，终于换来了幸福的开端。可我不知道，一场精心策划的羞辱正在前方等着我。婚车没有开往礼堂，而是径直停在了医院门口。我心头一紧，问萧然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说他妈有话对我说。一进门，未来的婆婆和小姑就用审视的目光将我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婆婆皮笑肉不笑的开口，想嫁进我们萧家，就必须先做个婚前检查，确保你是个干净的女孩。小姑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说他们见过太多我这种私生活不检点的女孩，想找个老实人接盘。我如遭雷击，不敢置信地看着萧然，他却躲闪着我的目光，低声劝我：西西，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好，你就忍一忍好吗？我心都凉了，为了我们的感情，我洗衣做饭，供她读研，掏心掏肺地对她好，换来的却是这种赤裸裸的怀疑和侮辱。我强忍着怒火说婚检可以，但必须2个人一起做。婆婆当即尖叫起来，我儿子清清白白，怎么能跟你这种成天去健身房跟男人挥汗如雨的女人相提并论？他们字字句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就在这时，未来的公公赶到了，他是个明事理的人，当场斥责了婆婆和萧然的荒唐行为，并向我道歉。看着他真诚的脸，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被点燃。为了不让他为难，我退了一步，答应签一份无责任承诺书来代替婚检。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份承诺书比婚检更加恶毒，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说我被发现非处女或携带疾病，萧家有权单方面退婚，我还需退还所有彩礼，并赔偿萧家的精神损失。他们根本不是怕我身体不干净，而是从骨子里就认定我是个图他们家钱的拜金女。我气得浑身发抖。而萧然，我曾以为能为我遮风挡雨的男人，此刻却还在劝我：西西，你就签了吧，这样我妈就放心了，我们就能结婚了。我还没从这份屈辱中缓过神来，婆婆又拿出第2份协议甩到我面前，那是一份放弃赡养义务协议。她尖酸刻薄地吼道：你嫁过来是伺候我们萧家人的，你那个没儿子的妈自己想办法养老去，别想拖累我们家。这一刻我彻底心死。我爸走得早，是我妈一个人起早贪黑，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母亲是我的底线。我怒视着萧然，他却还在和稀泥。西西，你先假装答应我妈，以后我们偷偷照顾阿姨不就行了？原来他不是软弱，而是从头到尾都跟他妈站在一边，默许了这场对我的围猎。就在我准备彻底爆发时，我妈来了。她看着满脸泪痕的我，心疼地将我护在身后。那个蛮横的婆婆看到我妈一身朴素的打扮，更加嚣张，指着我妈的鼻子骂她是想来沾光的穷酸老太婆，逼着她立刻签下那份断绝关系的协议。我看着为了我的幸福不惜放下身段，准备签下这份屈辱协议的母亲，再看看眼前这一家丑陋的嘴脸和那个我曾深爱过的懦弱又自私的男人，我忽然笑了。我擦干眼泪，从我妈手里拿过笔，对萧然说：结束吧。然后我对着他那错愕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好，这协议我签。